这是我胡氏一族的族长令牌。胡麻子拿起令牌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据说只有族长才能拥有，没想到会在这里找到。陈平拿起兽皮展开，上面的文字晦涩难懂。好在他涉猎过古文字，勉强能辨认出大概意思。兽皮上记载的是关于藏魔渊的来历，这里曾是上古时期人族与魔族大战的战场，无数强者陨落于此。后来被一位强大的符师布下大阵，将战死的魔物封印在渊底，故而得名藏魔渊。而布下大阵的符师正是胡氏一族的先祖。你先祖竟是一位上古符师？陈平看向胡麻子，眼中带着一丝惊讶。兽皮上说，他当年为了封印渊底的魔物，耗尽心血，临终前将一部分符道传承藏在了藏魔渊深处，希望后世子孙能继承他的遗志，守护九盘山。陈平算是知道胡麻子为什么符咒术会如此厉害了。原来人家胡麻子看着兽皮上的文字，眼眶通红，原来我胡氏一族并非普通的家族，先祖竟然有如此伟绩，可为什么会落得被灭族的下场？陈平继续往下看，兽皮的后半部分记载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秘密。藏魔渊的封印并非永恒，每隔1000年就会减弱一次。而当年胡氏一族的任务，就是在封印减弱时进入藏魔渊，重新加固符阵。但在2800年前，封印突然出现异常，渊底的魔物险些破风而出，胡氏一族倾全族之力才勉强将其压制，却也因此元气大伤，遭到了不明势力的袭击。看来你胡氏一族的灭族，或许与藏魔渊的封印有关。陈平放下兽皮，那个不明势力很可能就是想利用魔物破风，或者觊觎你先祖留下的符道传承。胡麻子握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不管是谁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他将族长令牌和兽皮小心翼翼地收好，仿佛握住了整个家族的希望。陈平则将目光投向溶洞深处，那里有一道狭窄的石门，门上刻着与青铜盒子相同的符阵，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入口。我们走。有了族长令牌，石门上的符阵不攻自破，两人顺利进入下一个区域。这里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两侧的岩壁上刻满了符文。与之前看到的不同，这些符文散发着淡淡的金光，显然是人族符师留下的。这些符文能压制魔气，看来是你先祖布下的。陈平伸手触摸符文，感受到一股温和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沿着这些符文走，应该能避开大部分危险。甬道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石室，石室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10丈的石碑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石碑周围散落着几具白骨，看衣着打扮，应该是胡氏一族的族人。这些是我胡氏的先辈。胡麻子看着白骨上残留的符牌，眼眶再次湿润，他们应该是来加固封印的，却没能回去。陈平走到石碑前，仔细研究着上面的符文，越看越心惊。这些符文的排列方式极为精妙，蕴含着天地大道的治理，远超他对符道的认知。他尝试着将神识探入符文之中，竟感受到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脑海，全是关于符道的感悟和技巧。这是你先祖的符道传承。陈平闭上眼睛，全力吸收着这些信息。石碑上的符文是一个巨大的传承阵，只要有胡氏血脉之人靠近，就能激活传承。你快过来！胡麻子连忙走到石碑前，将族长令牌贴在石碑上。石碑瞬间爆发出万丈光芒，无数符文从石碑上飞出，如同萤火虫般围绕着胡麻子旋转，缓缓融入他的体内。胡麻子只觉得脑海中多出了无数关于符道的知识，从基础的符纸制作到高深的符阵布置，无一不包。他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体内的灵力变得更加精纯，原本堵塞的经脉被一股温和的力量打通，
修为竟然开始缓缓提升。这是真的？胡麻子感受着体内的变化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陈平在一旁护法，同时也在吸收着石碑上散逸的符道信息。虽然他没有胡氏血脉，无法获得完整的传承，但这些散逸的信息也让他受益匪浅，对符道的理解更加深刻，甚至隐隐触碰到了新的境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石碑上的光芒渐渐散去，胡麻子睁开眼睛，眼中金光一闪，身上的气息比之前强盛了不少，竟直接突破到了地仙境。我突破了！胡麻子握了握拳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。多谢你小子提醒，否则我就要错过这份传承了。是你觉醒了自己本就有的实力，单单靠着传承，你的实力也不会增长如此之快的。陈平知道胡麻子原本实力就很强，只是经过几世轮回之后，实力像是被封印住了一样。现在正好借助这传承之力，胡麻子的实力被打开了一部分，所以才能快速达到地仙境。后面胡麻子的实力会越来越高的。陈平目光落在石碑底部的一行小字上，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石碑上说，藏魔渊的核心区域封印着一头上古魔将，如今封印已经极为薄弱，若是让他破封而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胡麻子脸色一沉，那幽月要的宝物该不会就在核心区域吧？很有可能。陈平点头，魔族一直想放出渊底的魔物，幽月让我们去取得宝物，或许就是能控制魔将的东西。我们必须在他的人赶到之前找到宝物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两人不敢耽搁，沿着石碑后方的通道继续深入。通道越来越狭窄，魔气也越发浓郁，但有胡氏先祖留下的符文和胡麻子身上的族长令牌，魔气无法靠近他们分毫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前方出现了一片岩浆池，暗红色的岩浆在池中翻滚，散发着灼热的气息，将周围的岩壁都烤得通红。岩浆池上没有桥梁，只有几根粗壮的铁链连接着对岸，铁链上布满了锈迹，看起来随时可能断裂。这怎么过去？胡麻子看着翻滚的岩浆，眉头紧锁。铁链太细了，根本承受不住我们的重量。两人此刻没办法飞行，只能靠着步行前进。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岩浆池，是很致命的。陈平观察着岩浆池的四周，发现岩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凸起的石块，石块上刻着符文，这些石块是落脚点，上面的符文能抵御高温，我们可以踩着石块过去。他纵身跃到第一个石块上，石块果然稳如磐石，符文散发出的力量将灼热的气息隔绝在外。跟着我一步一步来，别掉进岩浆里。胡麻子深吸一口气，按照陈平的方法，踩着石块小心翼翼地前进。岩浆池下方传来阵阵嘶吼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岩浆中翻滚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就在两人即将到达对岸时，岩浆池中忽然掀起一道巨浪，一头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的怪物从岩浆中窜出，张开巨口朝着胡麻子咬去。小心！陈平一把将胡麻子拉到自己身边，同时祭出斩龙剑，朝着怪物的头颅斩去。当的一声脆响，剑气落在怪物的鳞片上，竟被弹了回来。怪物发出一声咆哮，尾巴如同钢鞭般抽向两人，将他们脚下的石块抽得粉碎。是岩浆魔蜥。胡麻子认出了这怪物，古籍中说他以岩浆为食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陈平看着怪物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，心中一凛，他的弱点应该在眼睛。胡大师，用你的符术牵制他。胡麻子立刻取出几张符纸，注入灵力后朝着魔蜥扔去。符纸在空中化作几道金色的光网，将魔蜥的身体缠住。魔蜥怒吼一声，浑身爆发出火焰，将光网焚烧殆尽，但也暂时被牵制住了。趁此机会，陈平身形一闪，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向魔蜥的头颅。
斩龙剑凝聚起他全身的灵力，化作一道金色的长虹，精准地刺入摩西的眼睛。摩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庞大的身躯在岩浆池中疯狂翻滚，激起的岩浆如同暴雨般落下。快走！陈平拉起胡麻子，纵身跃到对岸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摩西在岩浆池中挣扎了几下，终于沉入池底，不再动弹。两人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。这藏魔渊真是步步惊心。胡麻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不被魔物杀死，也得累死。陈平站起身，看向对岸的通道，过了岩浆池，应该就快到核心区域了，再加把劲。他从包裹里取出一些丹药，递给胡麻子，先补充体力，接下来的路恐怕更加危险。胡麻子接过丹药，却没有立刻吃，而是从怀中取出族长令牌，仔细擦拭着上面的灰尘。有先祖的传承和令牌在，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就算再危险，我也要走下去。陈平看着他眼中的坚定，微微点头。他知道胡麻子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玩女人的人了，而是真正继承了胡氏一族意志的传人。两人休息片刻，继续沿着通道前进。通道的尽头是一扇巨大的石门，门上刻着一个狰狞的魔手图案，双眼闪烁着红光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这应该就是核心区域的入口了。陈平看着石门上的魔手图案，上面的气息很强大，恐怕有禁制守护。胡麻子将族长令牌贴在石门上，令牌上的光芒与魔手图案的红光相互碰撞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石门剧烈震动起来。魔手图案的双眼红光越来越亮，仿佛要活过来一般。不行，族长令牌也打不开这扇门。胡麻子收回手，眉头紧锁。这石门上的禁制是魔族布下的，与先祖的符文相互排斥。陈平围着石门转了一圈，发现门缝处有一些细小的符文，与之前在甬道中看到的人族符文相似，看来得用符道的方法打开。你先祖的传承里有没有记载破解魔族禁制的方法？胡麻子闭上眼睛，回忆着石碑上传来的信息，忽然眼前一亮，有了，用阴阳符可以破解这种禁制。阴阳相生相克，正好能中和魔族的阴邪之气。他从怀中取出2张符纸，按照传承中的方法，以灵力为笔，迅速画出2张符篆。一张符纸是金色的，散发着阳刚之气；一张符纸是黑色的，散发着阴柔之气。陈平，帮我护法。胡麻子将2张符篆分别贴在石门的两侧，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金色符篆和黑色符篆同时爆发出光芒，形成一道太极图案，缓缓融入石门之中。魔手图案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红光与太极图案相互冲击，石门剧烈震动起来，仿佛随时会崩塌。就在这时，石门上的魔手图案忽然张开巨口，喷出一股黑色的雾气，朝着胡麻子袭来。陈平眼神一凛，斩龙剑瞬间出鞘，金色的剑气如同盾牌般挡在胡麻子面前，将黑色雾气斩成碎片。专心破解禁制，这里交给我。黑色雾气被斩碎后，竟化作无数只小蝙蝠，朝着两人扑来。这些蝙蝠通体漆黑，眼睛闪烁着红光，显然是魔气所化。陈平冷哼一声，体内灵力运转，淡金色的护罩将两人笼罩。蝙蝠撞在护罩上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很快变化为乌有。胡麻子不敢分心，双手结印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阴阳符的光芒也越发强盛。石门上的魔手图案红光渐渐暗淡，太极图案则越来越清晰。终于在一声巨响中，石门缓缓打开。石门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仿佛一个地下宫殿，中央矗立着一座黑色的祭坛，祭坛上插着一柄长剑，剑身漆黑，散发着冰冷的气息。祭坛周围布满了骸骨，既有魔族的，
也有人族的，显然曾发生过惨烈的厮杀。那就是幽月要的宝物吗？胡麻子指着祭坛上的长剑，看起来像是一柄魔剑。陈平摇了摇头，没那么简单。你看祭坛周围的符文，那是一个封印阵，这柄剑恐怕是用来镇压什么的。他走上前，仔细观察着祭坛周围的符文，发现这些符文与之前在石碑上看到的符文相似，但更加复杂精密，显然是胡氏先祖布下的最终封印。祭坛下面应该就是封印魔将的地方。陈平指着祭坛中央的一个凹槽，幽月要的恐怕不是这柄剑，而是凹槽里的东西。凹槽里存放着一枚黑色的珠子，只有拇指大小，散发着浓郁的魔气，却又被周围的符文压制着，无法扩散开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胡麻子好奇地问道。陈平也是看了看，根本就不认识那个黑色的珠子是什么。那是魔核。赤云魔君的声音响起，而且是上古魔将的魔核。有了这枚魔核，就能控制那头被封印的魔将。魔将？陈平一愣，不解地问道：前辈，这魔将比你牛逼吗？赤云魔君却冷笑一声，他要是比我牛逼，也不至于被镇压在此，他没有我牛逼。就在这时，祭坛忽然剧烈震动起来，黑色的魔核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祭坛周围的符文如同冰雪般迅速消融，一股庞大的威压从祭坛下方传来，整个地下宫殿都开始摇晃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。不好，封印要破了！陈平脸色大变，幽月恐怕早就知道会这样，他让我们来取魔核，就是想让我们破坏封印。祭坛下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地面裂开一道道巨大的缝隙，黑色的魔气从缝隙中喷涌而出，凝聚成一个高达数十丈的魔影。魔影手持巨斧，面目狰狞，正是被封印的上古魔将。哈哈哈，本座终于出来了！魔将的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，震得两人耳膜生疼。2800年了，没想到还有人敢打开本座的封印。胡麻子脸色惨白，握着族长令牌的手微微颤抖。这就是上古魔将，气息好强。陈平将胡麻子护在身后，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，斩龙剑发出嗡嗡的鸣响，散发出凌厉的剑气。他刚刚破封，实力还未完全恢复，我们还有机会。魔将的目光落在陈平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。区区人类修士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？给本座死来！他挥舞着巨斧，朝着两人劈来。黑色的斧芒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，将整个地下宫殿的空气都撕裂开来。陈平不敢大意，拉着胡麻子纵身一跃，避开斧芒。斧芒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地面被劈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，碎石飞溅。前辈，这家伙出来了，你附在我身上，直接弄死他，他没有你牛逼。陈平赶忙招呼赤云魔君附身，然后把这魔将给弄死。可是陈平一连喊了半天，赤云魔君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。胡大师，想办法重新加固封印。陈平无奈，只能让那胡麻子加固，而他手持斩龙剑冲向魔将，我来拖住他。他知道仅凭两人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战胜上古魔将，只有重新封印他才有一线生机。胡麻子也反应过来，立刻取出符纸，按照先祖传承中的方法开始绘制加固封印的符篆。魔将见陈平竟敢主动攻击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巨斧横扫，朝着陈平的腰间劈去。陈平身形如同鬼魅般避开，同时祭出斩龙剑，金色的剑气如同雨点般落在魔将身上。然而魔将的防御力极强，剑气落在他身上只留下淡淡的白痕，根本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没用的，本座的魔躯刀枪不入，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想伤我？魔将狂妄的大笑，巨斧再次挥舞，将陈平逼得连连后退。陈平心中焦急，
他能感觉到魔将的实力正在不断恢复。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加固封印，他们两人都得死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魔蛟的内丹，连忙从怀中取出。内丹散发着浓郁的魔气，或许能用来暂时压制魔将。他将灵力注入内丹之中，内丹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黑光，朝着魔将飞去。魔将看到内丹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伸手就要去抓。就是现在，陈平抓住机会，斩龙剑化作一道流光，朝着魔将的手臂斩去。当的一声脆响，魔将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痕，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。找死！魔将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，反手一斧朝着陈平劈来，速度比之前快了数倍。陈平连忙闪避，但还是被斧芒擦到了肩膀，金色的不坏金身瞬间破碎，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黑色的魔气顺着伤口迅速蔓延。陈平！胡麻子惊呼一声，想要上前帮忙，却被魔将的气息锁定，动弹不得。陈平咬了咬牙，运转体内的凝心诀，将蔓延的魔气吸收。他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，必须尽快找到魔将的弱点。他目光扫过魔将的全身，发现他的胸口有一块白色的鳞片，与其他地方的黑色鳞片截然不同，那里是他的弱点。陈平不再闪避，迎着魔将的巨斧冲了上去，同时将所有的灵力都凝聚在斩龙剑上。金色的剑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，不知死活。魔将怒吼一声，巨斧带着万钧之力劈向陈平的头颅。就在巨斧即将落在陈平头上的瞬间，他忽然一个侧身，险之又险地避开巨斧，同时斩龙剑如同毒蛇般刺出，精准地刺入魔将胸口的白色鳞片之中。嗷！魔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庞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起来，黑色的血液如同喷泉般涌出。就是现在！陈平大喊一声，同时将魔蛟的内丹扔向胡麻子，用内丹的力量激活封印符阵。胡麻子接住内丹，按照陈平的吩咐，将内丹放在祭坛中央的凹槽里，同时将绘制好的符篆贴在祭坛周围的符文上。内丹的力量与符篆相互呼应，祭坛周围的符文重新亮起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封印罩，将魔将笼罩在其中。魔将疯狂地挣扎着，想要冲破封印罩，但封印罩的力量越来越强，将他牢牢地困在里面。不，本座不甘心！魔将发出一声绝望的咆哮，庞大的身躯在封印罩中渐渐消散，化作无数黑色的雾气被封印罩吸收。随着魔将的消散，地下宫殿的震动渐渐停止，魔气也开始缓缓散去。两人这才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。终于成功了！胡麻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看着重新恢复平静的祭坛，我们做到了。陈平点了点头，低头看向自己肩膀上的伤口，黑色的魔气虽然被吸收，但伤口处依旧传来阵阵刺痛。幽月这招真是歹毒，他根本就不是要我们取什么宝物，而是想利用我们打开封印，放出这头魔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胡麻子看着祭坛上的魔盒，这枚魔盒还取吗？取？为什么不取？陈平站起身，走到祭坛前，将魔盒取了下来。这枚魔盒蕴含着庞大的魔气，虽然不能直接使用，但或许能用来对付幽月。而且我们总不能白来一趟。他将魔盒收好，又看了看祭坛上的黑色长剑。这柄剑也是一件宝物，虽然是魔剑，但威力极强，留着或许有用。胡麻子也站起身，走到陈平身边，看着他肩膀上的伤口，眉头紧锁。你的伤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陈平笑了笑，运转灵力修复着伤口。我们先离开这里，这里不宜久留。两人沿着原路返回，一路上再也没有遇到危险。当他们走出裂谷，
重新回到九盘山的地面上时，已经是3天后的事情了。